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请到了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欢迎。来吧，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和他是在一个相亲群里面认识的，现在已经交往了大半年，但随着我们彼此深入的了解，我才知道他和他前妻一直都有联系。我曾经是2次婚姻的失败者，在情感方面受了太多的伤害。我都到了这个年纪，只想一步一个脚印。我想和他安定下来过日子，但他一直不肯和我去领证，这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也很迷茫。我不是没想过再次成家，只是觉得双方都了解一下再做决定，这也是对双方负责任。但他总不能理解我，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蒋先生54岁，来自湖南个体；林女士49岁，来自湖南酒店领班。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为何而来呢？我申请来的，我想挽回我朋友。哦，挽回女友啊。我看他根本是没这个心的。我一直在想和他去领证呢，他都不同意。哦，恋爱多久啊？认识到恋爱有1年多了。哦，1年多了。是的，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8月份，我们在一个相亲群里面认识的啊。但是聊得来，就互相加了微信。到过年以后呢，我们就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啊。我当时呢就跟他说了，我们确定那个恋爱关系以后呢，就是半年呢我们就去领证。他说行，可是等到了8月份，我就跟他提，他说再等等吧，等2个月以后我们再说。10月份我又跟他提，他说还是再等等吧，我们等过年以后再说。哎，我说你这个是真心吗？刚开始我们说好了的，我们经过了解一段时间就去领证的呀，为什么还要等等？你老是等。哦，所以您是等不下去了，所以您选择走是吧？是的呀。啊。我是离过2次婚的，在婚姻方面受到很大的伤害啊。我第一次离婚是92年，原因就是2个人性格不合。当时离婚的时候呢，我小孩只有4岁多，4岁多呢，离婚以后呢就下海经商做生意。96年经过朋友介绍呢，认识一个女孩子，比我小8岁。当时2个人交往呢还只有3个月的时间，经过他父母催，就草率的结了那个短暂的婚姻，本身只认识3个月就结了那个婚，从结婚到第2次离婚呢，只有1年多的时间，闪婚闪离。我20多年了，一直就是一个人。17年的时候呢，8月份呢就，在群里面呢认识我朋友，认识朋友呢，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当时的时候呢，口头上面承诺了，交往半年就跟他领证。但是呢，到现在呢，将近起上有1年多，一直还没有达成他这个协议啊。我就是想呢，毕竟他也是离婚的，我是第2次离婚，我想慎重一点啊，不能拿青春赌明天了，这个年纪也赌不起了，我50几岁了，是不？儿子都31了，孙子都6岁了，慎重考虑一点，对我对他都有好处。所以您现在的慎重是您觉得太快了，现在还不适合结婚是吧？我看他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啊，因为最近几个月啊，他就每天和前妻啊视频呐，聊天呐，我一跟他说话，他就很不耐烦，老对我发脾气。所以您走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娶您，他还跟前妻藕断丝连，在您的眼里是这意思吗？是的呀。像这个事情呢，跟前妻聊天有时候视频呢，我和前妻呢是一个单位的，都是交谈厂里面的事情。再一个呢，儿子的开公司啊，或者是孙子啊，听不听话啊，甚至送没送幼儿园啊，都是一些家常事情。前妻再婚了吗？前妻她没有办手续，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些事情，造成我没有安全感啊。
一个厂好多人的，你可以和别人聊啊，为什么非要和前妻聊呢？你说聊着儿子的事情，儿子又不是说是20岁还不懂事，儿子也是30岁的人了，他前妻可以直接跟儿子聊是吧？为什么要和你聊？所以这个事情我很，所以你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我也想不透。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就是在您20多年单身的这个时间里头，您跟您的前妻还有联系吗？但是微信联系还是有了，就是一直保持着联系，微信联系、电话联系。刚开始认识我跟他谈的时候，没有这么联系，就是偶尔有时候发一个微信啊，根本视频呢就是个把月才看见了视频是吧？但是最近几个月就是天天聊，天天视频，那我肯定不舒服吧，是吧？还有一件事是我想不透的，上个月他跟他前妻视频的时候，我就偷偷听到，他说他和前妻买了一个墨。哎，我说你和前妻买了一个墨，那我现在跟你谈，你说喜欢我，那我算什么是吧？关于这个买墨的事情呢，16年我跟我爷爷奶奶去买墨的时候呢，当时就考虑一下，哎呀，这个时候我也上了50多岁的人，我跟儿子说，我现在也是漂泊一个人，是吧？必定100年以后啊，怎么安顿，是吧？我就这样想，我反正一个人买个墨啊，和前妻埋在一起啊，方便儿子孙子以后的走动走动。但是我买墨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他，哎。那您前妻现在不是身边也有一个常相伴的人吗？你前妻对你们未来100年之后合葬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呢？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就说：“哎呀，想那么多干什么？还这么年轻。”我说：“我买都买了，你反正。”我都拍个照片给他看，我说连这个墓碑都全部字都做好了，100年以后啊，我们就安顿到这里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只是假设啊，交谈。但是我就感受到他们2个关系挺好的，已经超乎了这个朋友的底线。咱们说他对您怎么样吧？对我不说他那闺蜜了，好像有敌意，我就看出来了。哦，闺蜜对您有敌意。我问的是先生对您怎么样？先生对我不怎么好。如果说好的话，我肯定不说，要和他分手。您指的不怎么好是指什么呢？比如说，8月份
我和我朋友讲好了到平江去玩啊。我朋友就是说，他有时间送你没有啊？我说我和他现在是什么关系了是吧？他们说那就行吧，你就叫他送我们去啊。结果我回家跟他说，我哪有时间送你们了？你们自己去，打车去也行。这多远啊？那也只有2个多小时到平江，但是他和他女闺蜜，是吧？来回有1个多小时，他都屁颠屁颠跑过去送。后来当时他跟我说要送他们几个玩得好的到平江去，我说明天真的有事情要去送货，这个还有朋友要聚一下，根本没时间。所以他一对比就伤心了嘛，对吧？肯定的啦，害得我的那个朋友都说你是怎么了？我看着你也不差劲啊，你也上过学，你的收入也不少啊，你怎么找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男朋友？他会陪你逛街啊什么的吗？逛街你别提逛街，一提逛街我还气愤一些啊。我们2个去逛步行街，逛到有一个店子啊，我就看了，我说这个店子里的那个衣服啊，挺适合我穿的啊。我说你看一下，我说这个事情他都根本没听我说，他就这个头就是往那边。后来当时那个情况，这个样子的，那个裙子好看，当时我就看旁边一个小男孩玩得很可爱，大概的年纪呢跟我身子差不多，我就分享了，根本没在意他喜欢那条裙子，要他直截了当的说我们进去试一下，就没有这些误会的发生，知道吧？是的了，隔几天我自己去买了，买回来他就说，哎，你的就是性格内向，你当场一说，我会给你买的。咱们把几件事放在一起比，看谁心里舒服啊。第一，自己的女朋友出去买裙子，您会跑神，对吧？但是您的好朋友会给你发来视频说哪个好看，是的，您会出主意，对吧？自己的女朋友说我要出去玩，你说我没时间，但是你的好朋友，你可以磨了黑豆，然后1个多小时的车程给他送回去。凡此种种，我相信女士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和别扭的，对不对？那我就问问您啊，您靠什么来挽回人家？今天不是你想挽回人家吗？你靠什么呀？对人好吗？我对他还是好了。他在酒店上班的时候，有一天他去换工作服，被那个柜子打了头。我听了这个消息，赶快去买一点药，送到酒店跟他去游山啊。再一个在家里啊搞卫生啊做饭，基本上都不要他操家里的心啊，都是我自己。家务是您在做，全部是我啊，没有一点点好。我也不可能今天站在这个台上还跟他说这个事情，是吧？问问女士啊，其实我问题特简单啊，咱们排一下序啊。跟前妻所谓合葬，算心里的一个疙瘩，对吧？跟女闺蜜啊交往过密，算是心里的一个疙瘩，这是2个疙瘩。第3个是约定好的婚期，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这3个东西，您最在意的是什么呀？这3件事我都在乎，最在乎的就是他不愿意，和我一个磨，把我要放在别的地方去。哦，那就这么多事儿了，您还要嫁给他吗？现在呢，我就是犹豫，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和他一起走下去。好，明白了。你今天是来挽回的，对吧？其实问题也特简单嘛。第一个问题，您要娶人家，可能有一个先决条件，以后得埋一起。这事儿您能答应吗？我考虑一下。这是考虑一下啊。第2件事儿，他确实挺在乎你跟你那个女闺蜜交往的，你能改吗？我会慢慢的收远一点啊，毕竟是一个知心朋友，没有任何别的关系的啊。老师们看看这个应该怎么办吧？这段情感的走向。好的爱情是，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我没想过别人。到您2位这儿呢，变成了遇见您之后，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前后，我想的都是别人。大哥，我想问您2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你还相信婚姻吗？我相信。第2个问题是，如果您的前妻现在和她的身旁的伴侣分手了，你会和你的前妻和好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婚20多年了，真正要是破镜重圆的话，早就在一起了。那为什么想死后葬在一起？因为刚才您的表述是这样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您是先把你们所有的字儿都写好了，然后才给您的前妻打电话说，咱俩以后就埋这儿了，对吗？所以您并没有征求过您前妻的意见，在此之前，而是自己做的这样的决定。我们讲说，至高的爱情境界叫什么？生同寝，死同穴。其实你们这是一种很伟大的爱情情感。对于您的前妻来说，对于您来说都是一样的，可是对于大姐来说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是的呀，我就是不同意啊，可他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就今天站在这儿了，他说他考虑考虑，他其实99%的答案都是还是和他前妻在一起的。大姐，你知道从三亚飞哈尔滨吧？中间有的时候飞机要经停大连，您现在就是大连站，但是人家目的地是哈尔滨，明白了吗？明白。有的时候可能哈尔滨当地天气不好，现在我迫降沈阳了，您就是沈阳，人家的目的地是哈尔滨，我是他的备胎，替补，对。听懂了吧？这回明白怎么回事了，对不对？明白。所以没意思，我觉得，因为心里还住着旧爱的人，是无处安放新欢的。所以大哥，我觉得不要因为孤独、寂寞、冷，耽误了别人。谢谢。大哥肯定是一个非常怕寂寞的人。所以会有之前的第一次婚姻和第二次闪结闪离。我不认为他没有安全感，我认为先生说的直白一点，你从来都不爱别人，你只爱自己。你为什么离2次婚？你估计到现在都不知道原因，说什么性格不合，是因为你让别人感觉不到你在爱他，是因为你太自私，只爱自己。在2个人关系中，你不付出真情，不付出真心，谁会爱你？谁会跟你啊？你说啊，我都买好墓碑了，我要和我前妻合葬，我告诉你，没戏。将来如果你的前妻真的和人家现在的伴侣情投意合，人家也不跟你合葬。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我都把我的生活安排好了，你看我有孩子的妈将来陪着我。啊，我有女闺蜜是我的好朋友，我还有一个在我身边陪着我的，愿意陪我生活的女人。其实到头来，你一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谁都不会陪你。所以大哥，你这都50多岁的人了，如果不掏心掏肺去爱别人，你别指望生有人陪，死有人陪。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所以如果您要不调整的话，我怕您以后的日子更孤单。你要学会好好的爱别人，才真的会有人陪伴。
女士，我想说的是，虽然大家都看到了这位先生有很大的问题，但不代表你没问题。我认为你的对婚姻的理解太功利，你从一开始就算清楚了说，我们现在相好啊，好过半年我们就结婚。婚姻和情感能拿时间去计算吗？虽然说已经是2婚了，如果是本着这样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有一个人是我的家里的人而去成这个家的话，最后有可能还要离婚啊，他都离2次婚了。所以爱情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付出的，是他自私，是他不会爱人，但你也没有用你的爱，用你的温暖，用你的能力去感染他，让他学会去爱。所以在这个感情当中，一定要拿出真心，2个人互相温暖，相爱了以后，婚姻是水到渠成，而不是用时间计算，好吗？好，祝你拥有幸福的情感，早点进入婚姻。好的，谢谢。好，谢谢严老师。前妻呢，虽然现在不是爱人，但她曾经是一个爱人。闺蜜呢，虽然不是爱人，但她至少是一段友谊。只有你，哪种都不是，既不是爱人，也不是闺蜜，既不像爱情，也不像友情。你有没有觉得你既比不上前妻，也比不上闺蜜？你属于那种2可又2不可的类型。我这样说对吧？其实你没有把她当成真正的爱人，否则的话你不会不顾及到她的感受。你也没有把她当成是完全的纯粹的像闺蜜一样的友谊，因为你跟她之间还是有爱人之间的那种感受，所以你始终觉得她是友谊已满，恋人未到，所以你才不愿意跟她结婚。不是不愿意，因为我们相处只有……你如果愿意跟她结婚，如果你真的愿意娶她，如果你真的愿意用余生来陪伴她，你是万万干不出要跟前妻合葬在一起这事儿。不然合葬的那个事情是16年，你就即便16年已经定了，我把那块墓地全部让给前妻，我也不会做伤害她的事情。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情换给你，你也不愿意吗？如果她愿意跟她的前夫合葬在一起，你也不愿意吗？这是很显然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你想要跟前妻合葬在一起，未必是因为你还爱着前妻。从某个角度上是来说，你是为了至少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还知道我曾经有一个相对于美满的家庭，能够双双拜祭。说的确实对，为了下一代。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要这样做，你就不要再去谈恋爱，你不可能这么自私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把它放在哪里？到底是放在爱人的位置上，还是放在恋人的位置上？爱人又不是，朋友又不是，到头来2者都不如。你让他，别人怎么看他？还有你的前妻的那个墓的那个事情，你也要想清楚。其实没必要。儿子如果真的孝顺你，他就会去看你，跟谁与谁葬在一起没意义。哪天你要真的入土了，就应该跟你当时的爱人葬在一起。如果没有，你就单独葬在一起。你不要再去扯前妻的事情，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就这个。生活里面不要想要的太多了。我倒觉得你应该活得纯粹一点，就是你要什么太重要了，因为不仅仅是这段情感，也许人家悟明白，人家走了，你还有后半辈子呢，怎么办呀？你得把这事儿想清楚。今天他提出来了，下一个也会提出来啊，您想清楚吧。我觉得没什么要跟您说的，因为您做的挺对的。您不是已经走了吗？所以我特别奇怪，就是想明白的事儿，为什么还要再来？你反复强调了一句话，他要不是对我好，我肯定离开了。但是您这个时候就得想明白一件事儿，您要的下一段婚姻到底图的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咱们都做一个纯粹的人。什么是纯粹？你想要什么样的日子，你就那么去过。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你就按那个标准去找。否则就像今天一样，就煮了一锅夹生饭吧，就夹在那儿了。
好了，两位你们自己去定夺吧。到了这个岁数，我们也说不上什么，对吧？其实你们活得比我们都透彻，都明白。认识你到今天1年多，我确实放不下，因为我离婚20多年，经过昏昏欲欲啊，我认为我自己找到了一个能够跟我陪着到老的伴。希望你有些方面呢，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多指点啊，或者是不懂的地方呢，多双方弥补一点。经过时间长一点呢，我们把这个证领了。我呢，从你这几个月做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呢，我是不可能和你还继续走下去了。我要考虑考虑，慎重考虑，真的是要考虑一下。我现在真的还是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就像他们说的，我是你的一个路口，你可以起飞到任何一个路口去。今天可以到这里停一下，明天可以到那里停一下。我还是要考虑考虑清楚再说。我希望你还给一点时间给我。啊，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真的把你不下。我会牵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就在一起，也想享受不起。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哎呦，看给您急的，那套上也套不回家。行了，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这和你分开，真是能办理你说的。男嘉宾出来的时候，嘴里叨咕了一句话，叫“真是放你不下”，是吧？是的。确实放不下啊！我看你们都放不下，反正好好的吧，就单纯一些、纯粹一些，好不好？我们还是彼此给彼此一个机会吧。你就别说了，那木怎么着啊？反正我全部都会处理好。经过几位老师的提醒，确实指点我的缺点，确实有道理。不是您打算怎么做呀？跟他一起。来，知道不容易，真心对待彼此吧。祝你们能幸福，谢谢两位，请回去啊。还是那句话，这只是在节目现场此时此刻这一对恋人心中的感受。我相信回到生活里，他们还需要去反思、去琢磨、去磨合。生活里面到底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那样的生活让他们去选择。只是说今天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方向。婚姻应该是纯粹的，当你让它纯度越高的时候，它的坚固性就越牢。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2年了，毕业后他不思进取，很多时候还会限制我的交友和工作。他总是说我哪都不好，却不找一下自己的不足，每次都以争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一起做出改变。很多时候他的想法都太幼稚了，做事又很极端，让我看不到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继续下去了。你的依恋，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魏，23岁，来自江西，公司职员；女嘉宾小戴，22岁，来自江西，话务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好。你们谈恋爱多久了？2年多了。今天谁要来？我要来的。要来干嘛？主要性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嘛，就在一起这么久了，然后现在要分手，然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闹到要分手那种地步。
我并不觉得那些都是小事情，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每天都会吵架，然后大家的说法都达不到一致，然后每天都过得很不开心，我就想离开他。说说吧，怎么就让你不满意了？他这个人很幼稚的平常做什么事情他都不能理解我学生去做兼职不是很好吗？然后我当时朋友就介绍我做礼仪的工作，然后我就去了，他就很不理解我，就语言上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然后我当时做那些事情也挺累的，他就不但不支持我，还经常不让我去，对我造成那种干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他做礼仪嘛，然后站在那里，然后很多人看，我就心里不太舒服。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也是问我了，他说你让女朋友做礼仪啊？我说是啊。他说你怎么让她去做礼仪了？高宇当时我也不太了解礼仪具体是干嘛的，高宇想他这样说可能就不太好了，当时我就比较反对他做这个事情。那你就光听你朋友说了，那明明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吗？我去做工作也是为了我们俩之间平常开销能多吃点好吃的，出去多玩一玩。有一次我特别寒心嘛，我接了一个那个做安检的活动，当时也挺冷的，天气又下雨。我是做2天，然后我已经做了1天半了，然后第2天下午他说来等我下班一起回家，然后他来了之后，可能他自己淋了雨，他不开心了吧，他就给我脸色看。可是我自己也很累了，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朋友，你完全可以买一杯热茶给我喝啊什么的，但是他一来就给我吵吵闹闹的，给我添加烦恼，然后还当着很多人的面把我雨衣给撕了。反正那个事情对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他很过分。当时情况也不是这个样子，当时是我说去找他，然后当时没下雨，然后我到那里下了很大的雨，我在门口等，打电话也不接，然后我在那就淋了一下雨了。结果我进去以后，那时候我不是很生气，不是因为我就是淋了雨所以我发火，我进去一看，那又刮风又下雨，然后穿个那个很短的衣服，然后在那里站在那门口，我说这么冷的天，说我到生病了。说赚点钱我就划不来，然后就没有必要做这事情。那你想好好关心我，那是你应该用的方法吗？直接让我走，那我前面的工资呢？你可以给我吗？就当时我就脑袋一热嘛，没有想那么多。确实，撕人雨衣什么的真的不对，你知道吧？撕雨衣其实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他那雨衣是一次性那种塑料的，然后我就当时也就是有些拉扯绳，然后就手拉了下拉破了，然后马上我就过去买一件新的给他。然后行了，别解释，跟人道个歉吧。总而言之，谈恋爱的时候就干涉别人的生活选择是不对的，先道个歉。对不起。哎，自己道歉了，咱们接着说。那你说你那件事过去就算了，那你做所有事情你都很幼稚啊。他毕业以后，我帮他找了一个工作，他开始做得好好的嘛。然后他为了想我们一起，我就答应他跟他一起去在那边上班。但是去了之后呢，他就被他老板批评说，你女朋友来了之后，你怎么就开始变得懒散了呀？也不好好工作。反正就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像个小孩子，什么都不先想好。为啥是你帮他找了个工作，而不是他找呢？因为他不着急啊，什么事情都是我比他先着急啊。那你为什么老容易先着急呢？因为我看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的男朋友都知道上进，我希望他能够上进一点，我也没有错吧？你是这样吗？也不完全是。你要说我懒散这件事情，直接原因不是因为我女朋友来了，就是因为我就平时跟同事玩笑开多了，然后老板就找我说一下，就说工作态度要稍微好一点嘛，然后一说我就后来就改了，就说过那一次。听明白了。还有什么不成熟，姑娘？还有不成熟就是去见家长的事情。都见家长了？对，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然后他说第一次带我见家长，我觉得应该好好规划一下吧，因为毕竟第一次得留个好印象。但是他就是临时当天下午要吃饭之前跟我讲的，我当时头发也没洗，然后我就很急忙的去洗了个头，然后他也不着急，就我干着急。然后去他家的时候也迟到了，他妈还说了一句说什么怎么到饭点才来呀？我就觉得他什么事情应该想得周到一点。那次也是第一次去我家吃饭嘛，下午大概4点多吧，我妈还跟我说要不晚一起回来吃饭，然后我说可以嘛，然后我就起来洗个澡，然后他就去楼下洗发店洗头发，然后我弄完以后，我要在门口等他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坐公交车了，然后路上稍微有点堵，坐到那里，然后还去超市买了东西，带点东西，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就稍微没有迟到，但就是饭点踩着饭点去的，去了刚好大家一起吃饭，我妈就问了一句了，她说来的比较晚是，我说公交车就是路上有点堵了，
然后后来其实这件事也没什么，也没有造成什么就是印象不好什么的。然后晚上一样就是跟我爸妈一起出去看电影，就是一起出去玩都很开心。他走了之后，你爸妈对他印象怎么样？就挺好的，就没有提过什么这个事情。想多了吧？但是他是他爸妈的小孩，我又不是，我心里当然会介意啊。然后第2次去他家，我说我要去买礼物，他说不用。可是站在我的角度上，我觉得要买。那你朋友不是也说了，在微信上跟你说，你记得给你女朋友买好礼物，然后不用买太多，买了就行。那人家都那么成熟，想得到，你怎么就想不到呢？我知道，就我那朋友他可能家里比较在乎这个。然后我妈去的时候，她路上还跟我说了，说是不用带东西，随便吃个饭就行了。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妈都说不用带东西就不带吧，我们就一起去了是吧？然后当时她就，可能我也想得不周全吧，最后还是买了回去了，也挺开心那天。就是你觉得他很幼稚是吧？他还有什么幼稚的行为让你接受不了的？他平常就是不理解我嘛，然后也不理解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圈子。我让他跟我朋友见面，大家一起出去玩嘛，因为我朋友平常帮我也很多，但是他就对我朋友看法特别不好，然后也不愿意去见。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也挺生气的。有一次不是他就跟他朋友，就我不是说他不喜欢他朋友，是其中一个人，就是我对他印象不太好。就有一次就是他过生日还是什么，然后去喝酒，喝的一半那个人喝多了，然后他走了，然后把我女朋友留在那里，然后那些人就不让他走。然后我当时听着他跟我说不让他走，我就直接去了。去了那几个男的，反正态度也不太好，然后叫我喝。当时你知道1点多钟了，我跑过去，然后他叫我喝，然后我也一肚子火了，我说我又跟你不认识，你都不让我女朋友走，我跟你喝什么？然后当时这是不能喝。对，然后后来我就拉他走了，我就对他那朋友就看法不太好，因为当时他自己走了，他也没带他一起走啊。因为我朋友那个时候他也喝多了。哦，男朋友女朋友啊？听了半天。女性的朋友。不是还有什么很多男的吗？是一起上班的同事。哦，行，这你认为他不够周到是吧？对。你好像也觉得他不太成熟，我觉得他脾气很大不好啊。我们一起吃火锅，还刚吃，朋友一个电话打过来，叫我们过去玩，跟我说吃火锅吃一半了，你都把饭吃完了，然后他就比较着急，然后我就当时我说心里不开心，我说去了，然后就走嘛，然后走的路上我可能就是多说2句，然后回去的路上上家楼，他把那个人家装修的那个钢化玻璃直接从楼梯上扔下来，弄了一地玻璃，然后那房东也是还来找我们，是吧？找了好几次。我后来不是收拾好了吗？那不是我凌晨去收拾的吗？那不是因为你一直不肯哄我吗？他总是会做什么事情我生气了，他不肯哄我，然后等我也一起生气了，我们大家一起生气，然后互相的就是相爱相杀，就每次都弄得很不愉快。我觉得希望他可以就成熟一点，让我，这样的话我也会退一步。然后后来我也哄了，我带他去吃饭了，然后吃饭你没有给我好脸色，我把碗筷给你摆好，然后我叫你好几次吃。但是你全程也没有理过我。我说了好几次，我说你先吃饭了，吃完饭再说了。人家那个饭店老板娘都来了，就是说不要生气了，吃饭了，反正也不给面子，然后最后还闹得好凶了。哎呀，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在学校的时候，当时他打篮球，我觉得他很阳光很帅，然后我就追的他。你追的他？对。哦，变成男朋友之后怎么样啊？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吧。哪儿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他不够成熟，太小孩子气了，而且很多事情都理解不了我。哦。我朋友，他们男朋友都会对他们挺好的，过节都会有仪式感，但是他从来没有。哦，那你跟他说过吗？说我要仪式感？有，不是，他就有，不是我可能10件事情有1件没做好，他就觉得我永远就是没做过这件事情。但是那些都是我自己要来的，你没有主动想到过。就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在一起2年呢，啊，我上班上到10点钟才下班，我还订了那个蛋糕，还订了花，然后还回去拿给他了。你去上班这些事情不是我催促你去，你会去吗？而且这些事情不是我逼着你做，你会做吗？我上班那不是我后来这个工作是我自己找的呀。哎，你看得上他吗？现在就大学毕业之后，你还看得上吗？我相信在学校里面，小伙子长得比较精神，篮球打得比较好，对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那么幼稚的？从我出来接活动之后。哦，你开始接触社会以后，你发现他是幼稚的，是这意思吗？就是人情世故皆不周到。见过你父母吗？他？没有。啊，你没有带他见，还是他没提出要求？都没有吧，因为我还不敢带他见我父母。哎，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他如果见我父母的话能不能做得好，因为我们家里很注重礼仪。哦，你指的礼仪是什么呢？就是，事事想周全吧。哦。比如带礼物是必须的吧。啊。然后嘴巴要会说话一点。哦，他都不够哈。不会说话。那你看他大概还有几年能去你家呢？等他工作稳定吧。哦，我问问你啊。你说的脾气大对吧？对。一开始的时候脾气大吗？开始比现在好吧。啊，就为什么一开始能忍，现在就忍不了了呢？最近脾气稍微有点太大了嘛，然后这也是，他就觉得。那他这脾气为什么跟你相处之后一天一天的见长呢？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没有让他嘛，就是。那我跟你讲一件事吧，我脾气为什么不好？就有一次我们又一起找了一份工作，我叫他起来上班。然后其实他是会去，但是他就是要嘴巴就是上说，就是我不想去，我今天有事，我们不去吧，就非要那样惹我，他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把我惹生气了之后，然后他就开始说，我们去吧，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生气了，我已经没有台阶下了，然后我就会更生气，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们2个手机都被我摔烂了，我真的为什么不知道他每次都要这样，就一定我开心的时候他要把我惹生气，然后等我生气了，我们2个都生气了，就把家里东西都砸烂了。你们俩为什么一定要在一起工作呢？因为他不想我做礼仪，他想我在他身边，他不放心我。他要不做礼仪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跟你一起工作了？还是必须得跟你在一起？就现在也不在一起工作啊，就他现在目前还是在做礼仪。他还在做礼仪，你接受吗？后来都可以接受了。后来他有时候他早上很早出去，我都送他出去，然后他晚上很晚回来，我都接他回来，然后吃夜宵，然后再回家。因为现在我已经改变了他一点点了，懂得下班来接我回家。哦。就他现在其实还是挺关照你的，对吧？对。我看你对他的工作也算接受了，对吧？现在能接受。对这人呢，除了脾气大，你也都接受了，对吧？女生好像还什么都不接受呢，哈。你看，但是我不会哄人是你说的吧？不成熟是你说的吧？工作不上进是你说的吧？是的。这男生，对你跟他分手倒是真的合理。那为什么不分？但是他虽然不上进、不成熟、不认真工作，但是我只要让他去做这些事情，他就会去改、会去做。但就是每次都要我去提醒他，我会觉得很累，就很操心。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他应该自己成长，不是你帮他长，是吧？行，每个人给对方一个评价，女生先评价男生。我觉得每次你做什么事情都很爱给我讲道理，而且你的道理我都不能接受，所以我不认同你每次的说法。啊，这是辩论会啊，男生。然后我对他评价就是，我觉得其他都挺好的，就是这脾气就比较倔吧。然后我也有点倔，然后每次就是好难沟通。不是，为什么你说完他老说你自己呢？我觉得2个人都倔，就吵架的原因吧。好。所以你发现一个特点啊，男生好歹还反思一下自己，他有问题，我也有问题，还试图有改的一些想法，对吧？女生这儿是，我没有错，错的都是他。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大会、修博会、西博会都有很漂亮的礼仪，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只要这个礼仪的工作是合规的，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我替他说的话。对，我现在理解之后。理解了。但从爱情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的男朋友那么的不喜欢你去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并不是你赖以生存的唯一工作的话，我是建议还是要考虑对方感受的。然后再来说男生，女生说他幼稚，对吗？他今年才23岁，他能有多成熟？你要求一个23岁的男生事事周到、事事圆滑，我觉得标准有点高。在这样的青春的年纪，有一些幼稚的行为，我刚刚听到了什么？就是哎呀，朋友之间啊，他怎么样不圆滑，我去他们家怎么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犯错、逾矩的行为，只是说
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思虑的那么周到而已。而且在整场的过程当中，我还听到男生说：“哎呀，我也在检讨我自己是不是哪里怎么样。”但女生完全没有。其实相爱的两个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本质问题的话，就是在一个爱的过程当中进行磨合。细节决定爱情。你们所有的今天的表述都是在表述细节，成也细节，败也细节。所以你们如何能够处理好爱情当中的这些小事儿，这些细节，就是你们走向成熟的过程。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我觉得你们之间出了大问题，很大的问题。幼稚，暂且不说你们俩谁比谁更幼稚啊，在我们看来你们都幼稚，这幼稚是比较出来的。但是幼稚本身它不是缺点，它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一个经历阶段。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你幼稚成熟，不是，而是说你是否欣赏他的幼稚，你是否欣赏他的成熟。就如同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觉得哇好阳光，打篮球好帅，因为这个你就可以去爱上他，就可以交朋友，对不对？但很多人他不错，是挺帅，打得不错篮球，他也不会去喜欢上他。这就是人与人爱情之间的不可捉摸之处。或者说你是因为他的阳光喜欢他，却因为他另外一个特质又不太欣赏，尤其是你工作，这种观点就越来越强。你觉得他这么幼稚，同时呢，且不说他为人处事如何，但是他在对待你们这份感情是比你要成熟，因为他懂得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他愿意把你带到他们家去给他自己的父母见。在这件事情上，他在爱情上他是勇敢的，他是比你付出更多的。反观你呢，你有没有想过带他去见你的父母？想过，不敢。为什么？你潜意识觉得他可能走不进你的家庭，你对他是没有信心的。你对他的耐心有吗？有一点，但很容易就烦。所以说你反映出来就是发脾气去训他。为什么你不能包容他呢？如果你足够爱他。所以说你们俩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根本没有喜欢上他，或者说你只是喜欢他的一种特质，但是整体这个孩子，这个男朋友你是不接受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可是呢，你根本看不到，你就觉得幼稚是问题，幼稚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了你身上。所以说，我不太看好你们这段恋情，可能你们这就是一个美丽的邂逅，之后可能就会分开。所以这就是我认为你们之间存在的一个事实，对不对？我认为你们两个之间啊，尤其女孩子，不是说她幼稚，其实你知道她幼稚，而且你也知道这个阶段男孩就是这样。你看看你的同学，有几个比他更成熟？你们两个之间的愤怒其实是两种截然的不同愤怒，你们的争吵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动因。女孩其实不是出在细节上和他产生了分歧和矛盾，你出在了内心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他和上大学的时候那个阳光的、潇洒的、帅气的男孩，在你心中的那种喜爱的形象的位置已经变了。而当初你曾经那么主动地表达了你的爱意，曾经是学校里边还比较羡慕的这一对，你如今无法交代这段感情，你只好哪儿都看他不顺眼，哪儿都觉得他不好，来掩饰自己想要分离。其实我觉得勇敢地面对感情就好啊。我知道你需要一个理由，或者需要一个说服自己也交代给大家的方式和他分离，但不是愤怒，不是争吵，不是一次次对他的看不惯，不是连带他去见父母都觉得拿不上台面，这样就变成伤害了，你知道吗？你坦坦荡荡接受，有一种情感就是这样的，在某一个情景下我们是相爱的，是美好的，但是人是在变的，环境也在变，我不觉得谁对谁错。当我们内心成长了，境遇发生了变化，也许有些爱情走着走着我们就最终走到了一起，
走着走着我们走散了，但也有份美好的回忆和一份祝福。所以我觉得你面对内心啊，不要去折磨自己，不要去折磨他，变了就是变了，去面对。而男孩，我想说的是，你去撕雨滴，你说一些让他很不愉快的话，你的愤怒和你的敌意，来源于你对自己无能的遮掩。你心里知道你在他那里达不到他想要的男孩应该拥有的能力，所以你在掩饰自己的无助，所以在吵啊，这也是你的心理动因。你知道你达不到他的要求，但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们的成长都是循序渐进，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们俩可能真的走着走着要走到两个方向去了，不是不曾相爱，而是不是每一种感情都能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去努力做好自己，去真心付出，结果不重要，成长的过程最珍贵。谢谢。好，谢谢严老师。姑娘为什么流泪啊？我觉得他讲的，可能讲到了心里的痛感，学生感情的痛吧。来，涂老师。在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有一个魔咒，就是找个男朋友不是用来爱的，是用来改造的。你是不是特别想改造他？你是不是特别觉得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的男朋友相比太幼稚没面子？你是不是觉得他没有担当，将来没有希望？你是已经打算好了要嫁给他吗？你都没有打算好要嫁给他，你管他以后怎么办？相恋的时候是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但相爱就是接受对方缺点的过程。吃臭豆腐就要忍住臭豆腐的臭，想要出去穿超短裙就得忍住寒风瑟瑟。那找男人是一样的，男人身上一定是有你自己所无法容忍的东西，更何况你也不完美啊。所以说不要总是要么就要别人惯着自己的缺点把对方当爹，要么就不要老去担心别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老想做别人的妈。你做一个平等的女朋友不好吗？互相成长不好吗？啊，姑娘，如果你要活得轻松一点，你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一个女朋友该应有的责任。至于其他的东西，应该让她自己去慢慢修正。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待在她身边，就像你不应该跟她在同一个工作单位是一样的。你一方面倔强着自己的倔强，一方面又要去妥协自己不愿意的妥协，到头来谁苦谁心里自己知道。好吗？就这样。现在好像恋爱谈的女生都成熟的太早了，男生都跟不上。他说他幼稚，对吧？我现在发现我们很多人把幼稚跟另外一个词其实画了等号。幼稚是什么？在他们的心里是不世故、不圆滑。所以幼稚在他们那儿就变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贬义词了。你去你们家，你都不能按社会上的规则去家里买一个东西。他还很单纯的，我妈说了不用啊，当然听妈的。自己跟一帮朋友去喝酒，这帮朋友说你不能回家，你就得陪我喝。男朋友说我就不跟你们这帮家伙喝，把我女朋友惯成这样了，太不成熟了，你不给我面子呀。所以在你心里面那个幼稚，你是在跟所谓的世故和圆滑划等号。那留点这种纯纯粹粹的东西不好吗，姑娘？所以你们自己看，前提原则们就是老师们说的：第一，不要勉强自己的内心感受；第二，学会成长，互相成长，就好了嘛。我是觉得在一起2年了嘛，反正我是觉得分开就也挺可惜的。然后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问题嘛，就是我有思考的东西也会想得周全一点。然后我觉得你有些就是脾气大，也可以改一改，大家都慢慢来，以后就一定会越来越好。其实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但是
现在就是毕业了，我还是觉得我们得为以后打算，因为我希望能有一个成熟的男孩子带领着我向前走。如果你一直保留这份天真的话，那么我呢？我也想天真。听明白这句话了吗？我还需要人照顾，你不能还让我照顾你，我累了，是这意思吧，姑娘？行了，回去吧，谢谢两位。来，请关门，请开门。当作从没有在一起。下节目会继续找他，大家再好好沟通一下吧。行，面对生活，加油吧，小子，好吗？好，谢谢。像你篮球场上一样，保持你的阳光、热情、积极，好吗？谢谢你，请回。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老师。好了，我们祝你们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个人，热爱的那种生活方式，然后开心幸福的在一起生活。有网友提问：我和男朋友在一起2年多了，虽然我俩家庭条件都还不错，但是呢，我们上班工资都不是很高，我花钱比较节制，但是他从来都是大手大脚，到现在一点也没有改。马上就要结婚了，要是这样，以后我们还能一起生活吗？不能啃老一辈子呀。我该怎么改他乱花钱的毛病呢？结婚呢，意味着2个对未来有共同规划和目标的人，因为要更好更快地去实现这个目标而决定在一起。这样呢，2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往一处使了。可是你男朋友现在这种状态呢，其实是还没有做好结婚过日子的打算的。所以你们先不要着急结婚，先统一思想再做决定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